好，我是小白。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北京的颐和园，这个东宫门。小白昨天从南方回到了北京，来北京过5·1假期。那么今天一早呢，我们就驾车来到了颐和园，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们赶在这个5·1之前带大家来这个景点逛一逛，否则5·1假期的话，估计人会非常多的。买票的话，可以从这个微信小程序扫码，或者是从这边人工。门票的话是30块钱，半价票是15，然后还有一个联票是60。如果是不买联票的话，然后里面有单独的这个，比如说佛香阁呀、苏州街呀、德和园呀这种，也可以单独再购票。在东宫门这边进的话，是这边有这个颐和园的这3个字。颐和园是清朝的皇家行宫和大型皇家园林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，占地297公顷。颐和园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，原名清漪园，重建于光绪年间。颐和园素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著称于世，是中国园林艺术顶峰时期的代表。1998年，颐和园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扫完码进了闸机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到了颐和园了。颐和园非常的大，感觉每次来都逛不全，而且一来如果想好好逛的话，我觉得这1天就过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逛一个局部的精华路线吧，我们就从这个东宫门进，然后从新建宫门出。新建宫门那边挨着17孔桥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看乘一个船，感受一下在昆明湖坐船的感觉。这边是仁寿门，这边有导游，然后有好多旅行团。这个收藏级的了。这边有一个牌子，就是世界遗产。我们国家会把物资投到人家里面，所以但凡带有世界遗产的地点，在战略环境都是怎么样最安全的一个避难所了啊。叫诸侯石为什么放在这儿？因为从这边仁寿门进来之后，这儿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，就是寿星石。光绪12年重建颐和园时，从莫尔根园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内移过来的，状如寿星，俗称这个寿星石。中国有4大园林，都有哪4大园林呢？其中第一个就是北京的颐和园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，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。然后还有2个都是在苏州，一个就是拙政园，再有一个就是留园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旅行团。小白小的时候应该有30年前了，就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在这个麒麟的前面跟家人拍的照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再拍一次。如果我找到小时候的照片的话，我可以放在视频上，感受一下这个背景跟当年有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麒麟是铸造于乾隆年间的。在这个前面非常人多的地方，就是仁寿殿。仁寿殿是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帝夏天住在颐和园中临朝听政的地方。它始建于乾隆15年。现在这个外边都围上了，已经进不去。
这边有一个导览图，我们现在是从这个东宫门进来，然后现在在仁寿殿这边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这样走，然后如果可以坐船的话，就坐船从昆明湖这边，然后到这个南湖岛，最后我们呢从17孔桥这边从新建宫门出去。那么这边还有一大片，那么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逛了。当然这边没有这边景点这么密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逛了。眼前就可以看到颐和园的昆明湖了。这里是玉兰堂，门口还有一个山石。这玉兰堂是始建于乾隆15年。原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，咸丰10年是被英法联军烧毁，是光绪皇帝在园内的寝宫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慈禧命人将院落封闭，此处成为了园内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。我们就进去看一看。前面是戊戌政变的遗迹，里面有一个牌子写的介绍。明天夜晚新接的某种数量不行，特别好。所以呢，北京这地方如果大家不相信，在导航上面搜白纸坊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地名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光绪是冬天被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，夏天就被幽禁在这个颐和园的玉兰堂。真年上夫，晚年上士。然后呢，她是嫁给那个。不过他幽禁在这边，风景还是蛮好的。就是这种长廊和这种配色，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雕工啊，或者是油漆工的这个艺术，我觉得好像只有在这个北京可以看到。在南方的那些园林就完全跟这边不太一样。这边就是依云门，里面就是依云馆。这边是光绪皇后在园中的一个住所。直接进来之后，就是前面是正房，左边东西厢房，然后还有连廊连起来。现在这都是锁闭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透过这玻璃看到里边。哇，这后面还有。从这边往左走就可以去长廊佛香阁。这边有大部队的旅行团，戴着小红帽。这边刚才我们路过的这棵树应该是一棵古树啊，凤尾松。
我们现在抬头看一看这边上面，李莲英，还有一个人是崔玉贵，还有一个安德凯。崔玉贵把珍妃摁在故宫里边有东西叫珍妃这边有一个门是封闭的，应该是禁止入内的。这是永寿斋，是建于光绪年间，比连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。哦，是李莲英在园内的住处，俗称总管院。哎，我们一般呢会做呢这个地建国谱，国谱呢就做这样酸酸甜甜就很好吃了啊。哎，我们看看右手边，右手边呢这个叫永寿。以前几次来这个颐和园，从来没有仔细去感受它这个建筑啊，包括它的一些置景。现在在南方逛多了之后，哎，发现这个颐和园真的是与众不同，真的是一定要来这边逛一逛看一看，就能感受到皇家园林的那种气派。这个是青之釉，是在北京的房山发现了这块灵芝的巨石。这家伙怎么运过来的呀？也是中国最大的园林制石，这个是。这边就是乐寿堂，是慈禧她的住所，可以看到门口摆着很多的这个仙鹤，还有鹿。这个做工真的蛮好的，然后上面还有梅花哎。那么从这个巨大的这个山石旁边这个小门可以看到昆明湖。然后远方的这个17孔桥也可以看到，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。哇，好美啊！娃儿往哪边走了嘛？雕琢的就觉得。我们就加快脚步，继续往前逛一逛。那前面这个应该就是长廊，这个门就是邀月门。这里边的每一棵树基本上都是100年以上了。2号来了吗？哇，好长的长廊。我们现在就从长廊的外面走吧，这样可以一览这个长廊的全貌。我觉得来这个颐和园呀，尤其来北京很多的这种名胜古迹，真的是需要一名导游，因为很多的这种历史知识，好多都不知道。然后如果了解的话，就会发现，这个每一个建筑、每一处这个景致都有它背后的这些历史底蕴和故事。
我们从这个亭子上来，在长廊里面走一走。这个长廊总共有728米，共有273间，然后边上都标着一些中国的一些景观，有《西游记》啊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、西湖风景，包括一些神话故事，比如牛郎织女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山水花鸟图。共计的话，应该有17000余幅。还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一个神话故事。这长廊两侧的一些画还是蛮精致的。颐和园的景观建筑设计大多数是仿江南名景，例如昆明湖的景观设计是以杭州西湖风景作为模本。诸如此类的还有凤凰墩仿太湖、景明楼仿岳阳楼、望禅阁仿黄鹤楼、后西湖买卖街仿苏州水街、西所买卖街仿扬州24桥等等。在石矶孔桥的后面可以看到，在玉渊潭的那附近的广播电视塔。现在坐这个游船的人不是很多，一会儿我们去前面看看这个票价，可以考虑坐个船，或者是坐那种大一点的船。百度一下我们。有的甚至还在吃冷的，对，还得吃上。啊，这个后面应该就是万寿山了吧？万寿山的上面应该这个是不是就是佛香阁？哦，这个佛香阁的景区也是需要单独购票的。如果买联票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进了。单独购票的话，这边我看门口的话，刚才写的应该是10块钱吧。这边一边一个2个石狮子。这边有一个佛香阁的介绍。其实颐和园这边介绍还好哎，它有英文的，然后还有韩语，还有日语，我觉得是比较开放，能照顾到这个国际友人的。佛香阁是始建于乾隆年间，也是之前被英法联军烧毁，然后光绪按原样重建的。这个佛香阁里边供奉有铜铸金果千手观音像。这个像高5米，重1万斤，是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。这边有一个大的牌楼，这应该是读云辉玉语吧。刚刚考虑一下，还是买个票进佛香阁景区里边逛一逛吧。这个是每个人全价10块钱，还可以。然后就从这边扫码进去。总点票1人，总点票1人。好，这边就是佛香阁了。我们先把左右这2个店看一看。
进来之后很幽静的。这个是云锦殿，也是始建于光绪12年。原来是这个大报恩寺延寿寺的鼓楼，现在殿中陈列的文物皆为当年王公大臣进献慈禧的寿礼。这都给拿那个窗户纸给封上了，看不见里边什么东西。这中间有一个桥，然后里边还有水，种着这个莲花。这个是芍药吧？长得很像芍药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店，这个叫做玉华殿。哦，一样，跟旁边刚才那个店是一样的，都是放一些王公大臣进献慈禧的寿礼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从这边上去吧。我们从这个正门进，这边写着万寿无疆。比赛了啊，陈天云。前面这个就是排云殿。排云殿是大雄宝殿，咸丰10年也是被英法联军烧毁了。光绪在废墟上建成排云殿，是为慈禧祝寿的场所。现在里边保存的都是一些王公大臣一些寿礼。这个前面摆着4座这个香炉，然后还有龙，还有鹤。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龙。这个不是打开这个什么吧？不是大流量吧？现在从这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寿礼的。这个是花瓶，里边摆的都是一些花瓶，但是看不太清楚。这是一个西洋的，应该是一个钟吧，钟表。它那个这是一个像上面有一个表，这种像珐琅的那种感觉。看了慈禧的那些宝物之后，我们再顺着这个楼梯向上走。这么看，这楼梯还是挺陡的，挺高的。我们上了一层，到了德辉殿。这个是当年慈禧到福香阁礼佛时的更衣之处。那么这边就可以看到颐和园的一个全景。这边穿过德辉阁，
然后我们继续可以再往上走，这边有很多的字画。我们又上了一级，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，写着万寿山昆明湖。这边又可以看得更全面一点了。再上一级，刚刚听到有游客讲说，上去就后悔。不过还好，你登个高能看到这个颐和园的一个全貌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这边还在施工呢，好像。我们从这里面看看。免费的没什么好吧？这两边都装修呢。刚刚楼下介绍那个千手观音，应该就在这里边。可以看见了，我们沿着这个佛香阁转一圈，这上面下边看这边也有一些连廊一圈。好久不爬山了，这爬了一段。这腿还有点软了。现在我们要下去了，这个楼梯下的时候，这么看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。从这个佛香阁出来，人明显变多了。现在是9点半，我们还继续沿着长廊往前走。一会儿我们再去坐船去那个南湖岛。虽然说今天说是北京的一个高温，但是从南方来感觉还可以，说今天有32度。但是在北方嘛，有这种树荫，在树荫帘底下就挺凉快的，只要不被太阳暴晒的话。我发现根据这个相关历史，有很多的这个北京颐和园里边的一些建筑啊，都是仿照南方啊、杭州、扬州这些而建造的。从这个亭子穿过去，这边就是听礼馆。听礼馆，我前几天在扬州瘦西湖，好像也有这个听礼馆。这边是乾隆为其母看戏所建，有2层的戏台。因古人常借黄鹂鸟的叫声比喻音乐的优美动听，故名之为听礼馆。也是之后被英法联军焚毁，光绪改建。慈禧经常在这里看戏，然后现在这个听礼馆已经变成专营宫廷菜式的餐厅，接待过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。
是中国现在著名的宫廷饭庄。这里还有在维修的工人。这边是石杖亭，是由一座15间建筑组成的院落，院中有石峰，名为丈人石。前面又走到了一个船的停泊点。这个游船的话，石坊到南湖岛单程摆渡是40块钱一个人，也就是说到17孔桥那边那个岛上，就坐这个大船。前面就到了这个石坊。它的两岸是仿照扬州瘦西湖。看车了要不要照一张相？因为这个是咱们以前课本学过的啊，这叫亲验。照一张嘛。横着连这个都上。在青燕坊旁边，也就是石坊这边有一个手办，或者是颐和园的文创吧。这是一些小的糕点。这里是什么呢？哦。这种很有北京的这种特色的这种。那不是本，是什么认证？微信。那真是化妆品哦，男。从这边往前走，我们去那个画中游。前面这就是画中游了。在这个亭子里边欣赏这个景色，仿佛置身画中，所以叫画中游。就是上面这个亭子。右边是爱山楼，左边这个是承辉阁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进画当中了，是不是？进入画卷当中，画中游。在北京旅游真的是需要一定的体力。哇，还可以往上走。没了。我们从这边下。我们现在下去，到这个亭子里面。哇，好陡啊！拨打青浦桥派出所报警电话。其实跟在佛香阁上看的景色差不多。
那基本上这部分的区域的景点我们都逛得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要去那个17孔桥，那么去那边呢，我们现在只能搭乘摆渡船去前面买票，然后坐船去到这个南湖岛，也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的地17孔桥。这个码头就是石杖亭码头，因为旁边就是长廊的终点石杖亭。扫码购票。然后现在在这儿坐到。你要是扫码购票是吧？对，看看没得。行。要是下回来就多回来呗。行，买吧。扫吧，买几张？回来。 40块钱一张。这可以了是吗？可以了是吗？可以上船了。这边拿票的这边来。应该是够简单。是吧？现在我们就可以上船了。对，可以了。全价票2人。往里走，前面会景。全价票4人。这边这个服务人员还吃上点心了。下船呢，还得往外走。走吧，直接去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进了这个船舱，这里边就是这样了。我估计没有几个人。现在我们乘船出发去往南湖岛。在远处就是玉带桥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南湖岛了。下了船，这边就是南湖岛了。这边可以直接跟万寿山对望。你往天上，手往天上。好，过来。你看着各位，看我。这里面就是含虚堂，乾隆曾经在这边看水军操演。现在这里面是卖一些颐和园的文创和一些手办的。刚刚我们上去看了那个含春堂。这个岛上还有建远堂和月波楼一些建筑。它也是和17孔桥是相连的。我还在里头问出来了吗？肯定出来等啊。喂。沿着这个河岸走，就看到了17孔桥。它17孔桥是兼有这个苏州的宝带桥和卢沟桥的特点，上面总共有石狮544只。这个桥呢，总共长150米，宽8米。正是因为它有17个大小不同的这个桥洞，所以叫做17孔桥。
现在这个岸边已经用这种铁的栏杆给围起来了。北京市房价中心专线9612。石岐孔桥呢，就是我们此次颐和园之旅的最后一个景点儿。都是形态各异的狮子。卢沟桥我还没有去过呢，之前就是小学课本的时候学过。栩栩如生的石狮子。这里还有小学生导游志愿者。它周边的冰总是最先融化，周边的柳树也最先抽芽。于是古人就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这里是春天最早来到的地方。颐和园里是春天最早来到的地方，而知春亭里还藏着一句小诗，有朋友能猜到吗？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名诗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家水暖鸭先知。”我前面有很多的小燕儿在天上飞。这样我们就把石岐孔桥完整的走了一遍。这边的出口呢，就是新建宫门。我会在视频的这个开头，把我们的这次的游园路线给大家标出来。这里面有一个石岐孔桥的一个介绍，始建于清乾隆15年。这个亭子是郎如亭，然后刚刚看的燕子就是北京的雨燕。园内独特的扣如亭和在这里栖息的可爱的北京雨燕。大家看，我身后这座独特的八方亭就是扣如亭，始建于1752年，光绪时期重修，占地面积为384.95平方米，由42根柱子支撑起，其中有24根圆柱代表24节气，另外16根方柱代表四方。传说乾隆为镇压住官愤的龙王，建此亭，与石岐孔桥、南湖岛形成镇龙格局，是不是很有气势？大家再看，在天空中翱翔的鸟儿就是北京雨燕，它们的翅膀尖锐细长，体重为31到41克。身长为169到184毫米，它们小巧玲玲的身材深受游客们的喜爱。这个是铸造于乾隆20年的铜牛，被称为金牛，
牛背上铸有乾隆撰写的80字铭文，叫做金牛铭。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前面这儿就是新建宫门了。我们今天就从这边结束颐和园的视频。如果大家不想太累的话，就可以按照我这个路线，从东宫门进，从新建宫门出。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路线吧。那么如果时间充裕，走走歇歇的话，可以再考虑去其他的地方再走一走、逛一逛。接下来我会在北京为大家拍几期上次我们在北京没有拍的视频，那大家也期待一下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颐和园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